如果强行一定要用那种锐利的明暗边的话，对错是非常分明的，没画好一眼就知道。好，那 Happy 好 Happy， 上次有跟你提过，这张图第一眼看的时候呢，在小图跟放大状态下呢，你都有一个简单的颜色协调，那这个颜色协调是可以的，但是呢，在认真要开始品图的时候，欣赏的话分成几个步骤。第一眼的不管是色彩对比，或者画面上某个题材，你的快速理解它变成一个叫入口的东西。当你开始看之后呢，好，那进这个入口之后呢，你会给杀人标题跟它的勾引点的封面一个机会，对不对？好，如果它的标题够好，进去之后呢，大概5秒后，你大概就选择会跳开，对不对？如果不好看，你看5秒没有看到任何一句你想看的话，或者说你的耐性也不够，好，所以很有可能5秒后你就走了。5秒这个你们还真别讲，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谁讲的？Facebook 的行销专家讲的。过了5秒，你大概就会继续看，然后也可能大概到10秒、15秒、20秒，你就可能就跳走，但是5秒是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了。那一张图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看，像这张图我是会进来看的，但是接着在下一步开始要欣赏的时候呢，我会先看到很多的修饰没修好。那这个修饰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看，就只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粗劣的、粗糙的。那接着呢，一定会看到观众感兴趣的，像角色的身材，这些东西就会开始看。好，这时候呢会看到没有很漂亮的身材，这个你在处理这种远近的时候呢，这边处理的太夸张，反而伤了角色的身体曲线。那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就跳走了，因为这张图没有办法满足我入门进到这张图里面之后，我想要窥探到的期待，我没看到我就走了。那我不止我这样，网友都会这样子，所以但是你还是要庆幸自己的话，这张图的协调度是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先让人家看个几秒的，这是会进去的。这些事情你们应该稍微回想一下你自己在看东西的习惯，你就能够对到得上，对不对？好，那所以这张图呢，我给你全部改完的样子是这样。好，当然我没有到改到很细，彩稿大概改一个方向性啊。你看整个全改完，就是等于我画一张新图的意思哈。来，那个 Happy 看一下，3、2、1，长这样，有看到吗？好，改你的人了哈。来，脸，好，来，这是脸这边。好，来胸这边，开关看一下。好，然后两只手呢，包含手指动作，还有袖子的表现。你这个手有折起来，然后这个布料要垂挂。好，那再来这边的表现，来看一下。好，再来呢，腰臀腿这边的表现，好，你可以连腿都一起看。OK， 好，那这样子呢，还有呢，就是垂挂的这个头发。这个散落的这个头发，很多人说那发散的头发怎么画？比较简单的一招就是要能够往上盘起来，要往上。你要是顺着往下画，大概这个入口就不会好了。好，在这种打叉这种地方，要有一些那种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线条，因为头发整个你要是大长发垂下来，就会有这种交错，垂挂的这种交错，然后遇到这种空间地面的转折，在这边的线条就要直接让它转角急坠掉下来，到这边都要掉下来，这个会反映在你的真实画面里面的空间感知能力。有些人就是画立体，好像场景上有在画立体，可是服装上任何东西放上去都不立体，对不对？那这要进阶觉醒才有办法了。好像这个头发，来，我是调整过，我没有画到细，但是呢，这个走势看得出来吗？会共同在这边都有一个大转，而且这个走的方向呢，跟这个 Z 轴线的方向大致一致。好，那这样的物理概念会比较好。然后看这个，应该是最难克服的是这块头发吧？那这个画的呢，跟站着自然下摆没什么两样，这是不行的。你要有办法制造这种重叠的弧度，这样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暗示头发是放在地面上的。背景的一些元素，其实没有认真看，我都不晓得旁边好像还有画卷之类的。我是看到这个角我才看到的。那我是重画了一次，放个画卷。要怎么样知道这是个画卷？你留下的线索是这个一个边，然后在这边这个是一个跟地面差不多的颜色，这个根本看不到，就没起到作用。所以这边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些在画卷上比较容易留下线索资讯的，像这种在上面写的诗啦，写的那个，或者这边有点那种山水的感觉。然后这边还是显得没有内容，所以呢，我把那个加了一个窗，像这样打光进来。我觉得这样子效果才算进入一个合格的范围，就是让人家第一眼看愿意再进来，然后还能够欣赏到漂亮的身体这样子。然后完稿效果呢也能让人家一定程度的满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才可以停留的再久一点，一张图的才不会变成人家眼中就是一直滑一直滑，滑了连1秒都不给的那种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看，好，先改呢，改第一个部分呢是上次有看到的，首先呢这就是有关体态的调整，体态呢就是最主要是那2条腿，还有这个龙的尾巴，这个我先改一个方向调，然后呢再来下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就是画一个初步的细节，这边很重要，这边我帮你定成一个红色，有可能你原本在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叫做画完，我觉得每个阶段都会思考一个叫完稿的概念啊。那你现在要完稿的话呢，其实不是说不用追求，而是说你先看看，先画正确是比较重要。看这个脸，先画正确一点是比较重要。好，然后看这个头，都躺下来了一个大仰角，这边会不会太多？是不是要收掉一点？抬头的话，你怎么可能有头顶的感觉呢？然后鼻子会不会太大？日系鼻子大那不妙。然后嘴巴呢会不会太外？要调。再来呢，头发的走势这些你看一下，我这边都调过。当然这2只脚我还是维持在差不多类似的地方。这个在画细节的部分，我们做一个初步表现然后像这个袖子，再进一步再画。然后这边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察觉，这跟这些手指头，我这边是有刻意的把毛笔这个特征这边给它画大一点那我当然知道说有很多毛笔就是这边变得很尖这样，不要把那个考虑进来先重点一下子让人家分辨得清楚会比较重要。然后再注意一下这个手指，有自己注意到这些指头不像同一只手上的吗？粗细都不是同一个比例下的。那这个呢就要调整好比例。很多人会这样，就是说前面这些画完已经用掉你的资源，脑力资源、时间、耐性用掉了大概 90%， 到剩下根本没力气再顾它。单画一只手可能搞不好还可以画得更好，但是呢当整张图格局全部进来之后呢，哪怕就是平常能画的后来都画不了。这就是整张图你需要用到的画技。画技是包含耐力的，所以这个手要修好，包含放在肚子上这个手，这一个小指跟这个食指，你不觉得这个比例是不同的吗？要调整成同比例，不是同长短人人都知道手指长度一定不一样，粗细不一样，对吗？但是它一定看起来是一只手上的比例，而不是好像来自2只手。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物件，这个是服装的物件，原本是这个垂挂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原本我这样调完可能再更有说服力吧。然后在上面这边的我们讲画正确，就也是对明暗的理解，这边的明暗理解是有问题的。像就算原图这样，这个亮面也不知道在切什么的，对吧？这就切什么？你说切膝盖，膝盖的准确形状长这样吗？不可能长这样吧？这个形状的理解是有错的，所以我会推荐用弱明暗把形状慢慢缓慢的去近视它。一开始就要把任何物件结构的特征全部一次记清楚，这是不太可能，也没有办法几张图做到。还是说你们可以每天练膝盖？今天我就是这个月我就练膝盖就好。当然这样的话，有可能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真的完全了解一个结构。但是大部分都不可能这样，你就是时间不会配在膝盖上，是吗？你会配的地方就很多嘛。那既然如此，那每个地方你用模糊的方式大概的表现，就是每次了解个10%的意思。那你要画整张嘛，每一个地方你用模糊处理会比较好。如果强行一定要用那种锐利的明暗边的话，对错是非常分明的。没画好一眼就知道。好，那这边的明暗呢重新处理过。这个处理的逻辑是这样这边有一个强光影。好，再来呢，打叉这边那就应该相对算暗面。那再来这边呢，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弱光影。弱光影呢，就用来把这边的立体感给打出来。所以呢，紫色这边就是相对比较暗的。这里交界线，所以相对会比较暗。大概逻辑是这样，像这样修过，都要这样做。用这种方式慢慢去理解这些物件形状。好。然后呢，再来背景画，因为调掉一些地方之后呢，我很多地方我看不太清楚，所以我就开始要补了一张画，补了一个窗，一个落地窗，然后呢，再来就是再重打光影，来，这把光影重打，因为你要的光应该是这个从左边画面左边切进来的一个算是外侧光，那这样切那外侧光再切其实原本这个图的话，你选择这边亮呢，这个选项不是不可以，但是跟其他地方对不太起来，所以我帮你重打。这光重打，全部打外侧切进来，然后要判断一下这只手臂哪里会亮，要知道身体挡住多少，因为既然加了这个窗嘛，那当然光的方向就要这样走，对不对？好，然后当明暗光影重计划之后呢，再来我们就压一些重点，这个呢就高精线稿里面的封闭处在彩稿里面运用价值在这可以把一些图的半成品感快速的给弥补过去，让一张图有完稿的感觉。当然要再修细是可以的。
那这呢就是整张你要做到的事情。好，这么修过之后呢，来，我相信它的画面价值就高很多了，对不对？好 ，OK。